今日開場我要直接擺3個數字喺你面前。第一個50,579，道指周五收市歷史新高。第二個44.8，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終值74年有紀錄以嚟最低。第三個1000億美元，英偉達過去3個交易日蒸發嘅市值，儘管佢啱啱交出人類商業史上數一數二嘅季度業績，道指破頂，消費者信心崩到歷史谷底，全球最賺錢嘅 AI 公司反而俾人拋售。呢3件事擺埋一齊，你唔覺得好矛盾咩？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個矛盾背後嘅真正因果鏈。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講到宏觀大局，今個禮拜嘅市場其實係俾2股巨大嘅力量同時拉扯緊。第一股力量係美伊戰爭嘅和平幻覺，美股周五繼續做好，標指連續第8個星期上升，係2023年12月以嚟最長嘅連升紀錄，而道指更加創出盤中新高。市場興奮嘅原因好簡單，憧憬美國同伊朗嘅談判有突破。但老實講，5月23號喺羅馬舉行嘅第5輪談判，最後係冇突破嘅。不過雙方都同意繼續傾。更加令人擔心嘅係，據 Axios 報道，特朗普周五朝早召集咗國家安全高層團隊開會。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談判喺最後關頭有突破，否則特朗普正認真考慮對伊朗發動新一輪軍事打擊。佢甚至取消咗週末去紐約參加大仔婚禮嘅行程，翻去白宮留守。你諗下，一個老豆連仔嘅婚禮都唔去，呢個信號有幾強烈？但係市場偏偏就當冇事發生咁繼續升。點解？因為第二股力量更加強大。企業盈利確實好到不得了，標普500嘅 EPS 年增率正在展現2021年疫後反彈以嚟最強嘅成長動能。華爾街對今年 EPS 增速嘅共識已經從年初嘅15%大幅上調至22%。更關鍵嘅係，呢種上修完全打破咗歷史規律。過去分析師嘅盈利預估通常會開高走低，平均下修大約10%，但今年嘅預估卻一路向上飛。美國市場嘅盈利上修比率從0.77飆升至1.80，即係每一家被下修嘅美股公司對應有接近2家被上修，呢個係5年新高。所以你明白啦，市場唔係癲咗，佢係喺基本面強勁同地緣風險之間選擇咗相信盈利。但問題係呢種選擇性嘅樂觀到底可以維持幾耐？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5月中值報44.8，從初值48.2大幅下收，連續第3個月下跌，創出自1952年有紀錄以嚟嘅歷史新低。一年通脹預期升至4.8%，而長期5至10年通脹預期更加從3.5%跳升至3.9%。呢個數字有幾恐怖？之前嘅歷史低點係2022年6月嘅50，當時通脹飆到9.1%，而家44.8直接撕穿咗嗰個底。密歇根大學自己都指出，消費者信心下跌係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嘅供應中斷，持續推高油價。而家有57%嘅消費者主動提到高物價正在侵蝕佢哋嘅個人財務狀況。但係矛盾嘅地方嚟啦，消費者信心跌到74年最低，道指同一日卻升294點，創歷史新高。呢種撕裂到底代表啲乜？我個人嘅觀察係咁嘅，消費者同投資者根本就係2班唔同嘅人。消費者感受到嘅係每日油站嘅油價、超市嘅食品價格，但係推動道指創新高嘅係機構資金、係演算法、係對 AI 盈利嘅預期。呢兩個世界短期內可以完全脫節，但係長期嚟講，如果消費者真係攞唔到錢出嚟使，企業盈利最終一定會受影響。沃爾瑪上個星期嘅業績就係最好嘅預警，營收雖然超預期，但全年盈利指引低過市場期望，因為消費者正在降級消費，由可選消費轉向必需品。再講英偉達816億美元單季收入年增85%，調整後 EPS 1.87美元，遠超預期嘅1.75美元，下季指引910億，更加高出共識4.4%。講真，呢數字擺喺人類商業史上都係殿堂級㗎。但股價呢，英偉達最近3個交易日已經蒸發超過1000億美元市值，呢個已經係過去5次財報入邊第4次出現業績超標、股價下殺嘅劇本。市場唔係唔信 AI， 而係英偉達短線利多已經出盡。有趣嘅係，資金並冇離開半導體板塊，而係開始輪動。高通周五狂飆近12%，過去1個月累計大漲75%，創出歷史新高。呢次飆升嘅背後係高通重返數據中心 CPU 市場，加上同英偉達合作開發 AI 集群方案。AMD 最近3個交易日市值增加近1000億美元 ，ARM 同 Micron 各自增加接近900億。費城半導體指數星期五創出5兩週新高。簡單嚟講，市場唔係唔買 AI 嘅帳，而係開始將籌碼從英偉達呢個太陽分散到成個太陽系。呢個輪動本身係健康嘅，但問題係佢可以持續幾耐？
如果費半守得住新高，後面仲有一波海闊天空。但如果突破之後快速跌返嚟，咁就會變成假突破，成個板塊嘅輪動大漲都要暫時休息。講完市場異象，我分享下我個人嘅策略思路。我嘅做法係保持核心倉位唔變，但會提高警覺。點解？因為一個好關鍵嘅指標已經亮起紅燈，標普500個股嘅3個月期權 Put Call Skew 跌到 0.04， 呢個係過去20年第4低嘅讀數，3月以嚟暴跌 75%， 即係話投資者幾乎完全唔再為下跌風險買保險啦。當避險成本咁平嘅時候，精明嘅資金應該反向思考，正因為保護咁平，先至更加應該買。我繼續持有美股大型科技龍頭，因為盈利確定性喺呢啲公司身上得到最強嘅驗證。英偉達年化營收已經達到3250億美元，19倍預測 PE 喺同級別成長股入邊依然偏低。另一方面 ，SpaceX IPO 預計6月12號前後登陸，呢個係史上最大嘅股權供給衝擊。IPO 前估值佔美國整體股市市值大約 2.7%， 對比歷史上最大嘅美股 IPO， Ford 佔 1.1%，Visa 佔 0.8%，Facebook 佔 0.7%，SpaceX 係佢哋嘅3到4倍。Fundstrat 嘅 Tom Lee 追蹤史上10大 IPO 後標普500嘅表現，12個月後中位數回報得 3.1%， 平均回報甚至係負 2.1%。我會保留子彈，觀察市場對呢個史無前例嘅供給衝擊有幾消化得到。今個星期最搶眼嘅唔係半導體，而係量子計算。美國商務部宣布向9家量子計算公司撥款20億美元，其中一半撥俾 IBM。IBM 會用呢筆錢加上自己出嘅10億美元，喺紐約州奧爾巴尼建立一間叫做 Enderon 嘅量子晶圓代工廠。呢筆資金嘅一個前所未見嘅條件係9家公司都要向聯邦政府提供少數非控制性嘅股權，政府唔再淨係撒錢，佢要做股東。市場嘅反應極為熱烈。IBM 喺一日之內從大約225美元飆升至253美元，漲幅超過 12%。Rigetti 飆漲超過 30%，D-Wave 升 22%， 連冇直接受惠嘅 IonQ 都升咗 12%。呢個係典型嘅政策催化劑引爆整個賽道嘅走勢。我個人嘅觀察係，量子計算呢個主題短期有得炒，但長遠嚟講，距離真正商業化仲好遠。IBM 自己都話目標係2029年先出第一部大規模容錯量子電腦，所以呢度要分清楚係交易機會定係投資機會，兩回事嚟嘅。另一邊中概股就慘啦，中國證監會嚴懲非法跨境炒股，對富途罰 18.5 億人民幣，老虎罰3億加，沒收1億違法所得。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 2.2%， 呢個事件嘅因果關係好清晰。監管風險從來都係中概股嘅阿基里斯之種，你永遠唔知幾時會突然殺出嚟。而家我哋嚟傾下今個星期嘅重大主題。Kevin Walsh 就任聯儲局主席。Kevin Walsh 周五喺白宮宣誓就任聯儲局主席，佢係自1987年 Greenspan 以嚟第一個喺白宮宣誓嘅聯儲局主席。呢個地點本身就好有象徵意義。呢個地點象徵住 Kevin Walsh 面對嘅核心挑戰，點樣喺一個認為自己應該主導貨幣政策嘅總統底下領導一個獨立機構。特朗普喺宣誓儀式上講嘅嘢好微妙，佢話我要 Kevin Walsh 完全獨立，唔好望住我，唔好望住任何人，聽落好正路啫。但幾個鐘之後，佢喺紐約一個集會上面就話利率會好快降低。你話佢想獨立定唔想獨立？ Kevin Walsh 面對嘅局面真係堪稱不可能三角。4月 CPI 按月升 0.6%， 按年升 3.8%， 係3年以嚟最大升幅。能源價格過去一年飆升 17.9%， 通脹仲喺聯儲局 2% 目標之上，而且因為伊朗戰爭而再度飆升。但最令人不安嘅係利率期貨嘅定價，市場預計聯儲局將在今年大部分時間甚至全年維持利率不變，然後可能喺2027年初加息。特朗普想減息，通脹數據話應該加息，而消費者信心已經跌到74年最低。油價驅動通脹，通脹制約利率，利率壓制估值，呢條因果鏈清晰無比。Kevin Walsh 能夠做嘅空間遠比特朗普期望嘅要細得多。再講下4月 FOMC 紀要透露嘅一個重要信號，4位投票成員對利率決定或者政策聲明投反對票，係自1992年以嚟最分裂嘅一次。聯儲局官員開始正式將 AI 納入貨幣政策分析框架。AI 投資支出推高通脹壓力，但企業因為預期採用 AI 而延遲招聘，又增加失業壓力。AI 同時喺推升聯儲局兩大使命嘅風險，呢個喺歷史上非常罕見。Kevin Walsh 作為主席主持嘅首次 FOMC 會議將於6月16至17號舉行，嗰次會議將係佢真正嘅處子戰。亞洲方面，韓國嘅數據觸目驚心，5月份外資已經從韓國股市賣出220億美元，年初至今海外投資者拋售約600億美元嘅 KOSPI 股票，拋售高度集中喺 SK、Hynix 同三星。點解喺全球 AI 熱潮中，佢哋要咁激進地沽出全球最大嘅記憶體晶片生產商？我嘅判斷係呢個同 SpaceX IPO 需要史無前例嘅800億美元認購資金有直接關係。全球機構投資者需要騰出流動性，而韓國呢種高流動性、高外資佔比嘅市場，
就成咗最容易被抽血嘅對象。好啦，嚟到收尾，翻到開頭嗰個核心問題，道指新高，英偉達被嫌棄，消費信心74年最低，呢啲矛盾到底喺度講咩？基本面確實好，企業盈利嘅上修幅度打破歷史慣例 ，AI 需求係真金白銀，唔係 PPT 上面嘅願景。但好嘅基本面正在被3個結構性力量擠壓：一、霍爾木茲海峽仲未通，油價高企都喺度為通脹添柴，收窄 Kevin Walsh 減息嘅空間，推高所有資產嘅折現率。而特朗普正喺度認真考慮對伊朗發動新一輪軍事打擊，呢個唔係我講嘅，係媒體引述2位美國官員講嘅。二、消費者已經頂唔順。44.8嘅消費信心指數，57%消費者話高物價正在侵蝕佢哋嘅財務，長期通脹預期跳升至3.9%，係7個月高位。呢啲數字代表通脹預期正在脫錨嘅風險。三、下半年嘅股權供給海嘯 ，SpaceX、OpenAI、Anthropic 都想今年上市。Fundstrat 嘅歷史數據清楚顯示，超大型 IPO 喺12個月後對標普500嘅拖累效應係統計上顯著嘅。當市場所有人都停止為下跌風險付費嘅時候，嗰個反而係你應該開始認真思考風險嘅時候。呢個唔係恐慌，係紀律。好似打機咁，你唔會因為打到一半好順就唔儲血，反而係喺最順嘅時候，先要確保自己有足夠嘅血量去應付下一關嘅 boss。市場嘅韌性令人敬畏，但韌性同脆弱之間，往往只差一條新聞推送嘅距離。你能做嘅就係喺人哋拆晒安全網嘅時候，靜靜雞將你自己嗰張係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